审讯是外甜内坏。网友发现张元颖和赵露思很像，因为他们有这些共同点。如果要统计韩国最受欢迎的新生代偶像，IVE张元英不得不榜上有名。如果要统计中国年轻女演员中最受欢迎的男演员，赵露思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。虽然两个女孩来自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领域，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，但不少网友一致认为两人越来越像了。为什么？像美女一样甜美清新，张元英很独特。张元颖和赵露思虽然年龄不同，但前者才18岁，后者才24岁。一位是女团偶像，一位是女演员，范围不同，但两者的感觉非常相似。如果感觉，张元英和赵露思也是圆脸美女的代表，五官突出，丰唇高鼻，散发着清新甜美的气质，一颦一笑都会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。但是如果要比较的话，张元英的脸颊看起来更小，更像一个洋娃娃。她也有着那双标志性的笑眯眯的眼睛，只是那双修长的大眼睛总是带着一种若隐若现的神情，让她看起来更加的美丽，有一种独特的性感。而且两者的大小也不相同，身高1.73公分的张元英是出了名的大长腿，她的比例和芭比娃娃一样苗条，公主的样子。反倒是赵露思比较娇小，身高只有161公分。其实赵露思的身材比例还不错，她也有着曲线玲珑的身材和修长的大长腿，但圆圆的脸庞和白皙的皮肤总是让她看起来丰满。网友们经常误以为她微胖，戏称她是身材最差的女演员。然而现实中，赵露思说自己只有39.5公斤。关于我最喜欢的梦想，两人都很努力。如果要说张元颖和赵露思相似，那一定是他们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。张远今13岁参加选秀节目创造48，以 IZ 星号1成员身份出道。虽然年纪很小，但他很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，也为自己的梦想努力过。为了保持身材，他还在繁忙的日程中节食和锻炼。在他美丽的背后，是他的努力。和赵露思一样，他从19岁就开始演电视剧了。虽然他没有一炮而红，但是在各种作品中也慢慢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。终于在2020年凭借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一集爆红，之后她也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热播，让她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。为了在镜头前更好看，赵露思还努力减肥，让自己的身材保持在低体重。同时她不断学习演技，学习各种才能，让自己更加灵活。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女演员。她们有多红，外界喜欢骂她们。说起张元颖和赵露思的相似之处，不得不说说她们的体质。或许这就是娱乐圈的规律和常态。一个人走红了，就会有很多黑粉。似乎无论他们做什么，最平凡、最普通的事情都会成为他们虐待的原因。以张元颖为例，无论是她在台上表演时的表情眼神，还是吃饭时的动作，甚至是与队友的互动，都会成为黑粉攻击她的理由，骂她油腻、人工、粗糙等。像赵露思，有人喜欢她清新的气质和开朗的性格，也有人喜欢看她的负面评论。网络上关于赵露思的传闻很多，说她在幕后耍大牌，爱骂人，甚至对工作人员提出很多无理过分的要求，直指她甜美又破碎的性格。面对谣言和黑粉，张元英、赵露思情商高，两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外貌可爱，内在恶劣，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但不得不说，张元英和赵露思在对待黑粉和谣言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智慧。张元英说：“我不打，如果不是真的，我真的不会去做，也不会在意我听到的是什么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对于外界无端的批评和侮辱，我不在乎，我也不会受其影响。归根结底，最重要的是继续做最真实的自己。”巧合的是，赵露思也告诉他，不要因为没有掌声就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你需要坚持，而不是观众。作为一名演员，赵露思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要太在意外界的声音。只要她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，总会有人懂得欣赏自己。看来两人最相似的不是简单的外表，
而是一颗坚强的心，让他们能够在这段旅程中继续稳步发展。跑男陈哲远一戏本子，姚一做坏脸，网友太老实了。在新嘉宾等新鲜血液的加持下，近期的老牌综艺纷纷闪现，尤其是节目组的一些特邀嘉宾，能够为综艺带来节目效果。就像《你好星期六》，从开播到现在，虽然何老师是节目的主角，但好柳街的邻居们也逐渐成熟起来。无论是丁程鑫、王鹤棣、谭健池还是秦霄贤，新进入者正在形成，流量热度已升至榜首。几乎每一季邀请的嘉宾都和快本非常相似，比赛决赛的呈现也非常有效果，尤其是像孟子和迪丽娜扎这样的嘉宾，他们的新朋友之间的化学反应有趣而神奇。新剧《青春游记》和《跑男》的改编更让观众惊喜，范丞丞也颇受争议，毕竟他应该属于青春之旅，而不是蔡徐坤参演的人类领袖。青春行官方团队直接解散重组，熟悉的贾玲珑和汪苏泷不见了，除了带队的老将杨迪外，其余嘉宾都是综艺节目的新人。不过虽然是新人，但也因为新奇，节目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笑料，尤其是自带综艺效果的陈哲远和肖八，相比第一版的一板一眼，新号破冰后直接表达了笑着发财。是志在必得却惨败的浩源集团，还是开车找工作的搞笑男二人组陈哲源和张燕琪？因此在几档综艺节目中，陈泽源真正的 TOP 1综艺新人，端庄又灵动，是观众对3档综艺节目的反应。我记得收视率上升的抽卡部分，可以说陈泽源得到了白鹿，这个被百变神宠爱的男人福祸双全，一个是白鹿，弱者极端弱者总是赢，跑男完美结合2种气场的比赛赢家。所以最新一期的奔跑吧人不仅毁掉了之前的主旋律，还直接揭开了屠杀狼人的红心之战，让观众看到了这一期的大制作。但这个精彩有趣的插曲，也是因为陈泽源和宋雨琦在上一场抽签中吃到红牌，原来是暗中行动加实在的2个巅峰节目组。争强好胜的小伙子大胆向导演开话筒，质疑节目组影响节目的套路。姚一天因为被直接攻击，还被跑男污蔑过。奔跑吧人有一个几乎无声的观众剧本，毕竟一个节目要有节目效果，要有看点，这也是韩国 Running Man 的副本能延续数季至今的原因。简单来说，节目时间越长，观众越觉得太假了。相比剧本，节目越来越歪，跑男团越来越无趣。宋雨琦和陈哲远大胆地打开话筒，自然引来不少人的围观。有争议的质疑的诚意和勇气不应成为投诉的依据。这期跑男播出后，果不其然，大霸组率先炸开了锅，可谓众说纷纭。有观众表示宋雨琦和陈哲远太恩爱，缺乏情商。有观众称赞节目组花钱录制综艺，却直接在节目中撤掉了导演战。年轻人要有怀疑精神，游戏要有竞技精神。另外，不管是宋雨琦还是陈哲远，都属于那种有必胜心、聪明、逻辑性强的人。在老油条老道士中，2人的坚持直接力挽狂澜，力挽狂澜。这一集让观众看得非常开心。诚意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，2个青年也不敢恭维。说真的，做好一件事值得你的听众去探索和思考。2导演要有大局才能走远，这是跑男难得遇到一群嘉宾直接开话筒。作弊的意外情况，也是导演要求再次抽卡证明自己清白的罕见情况。是心虚还是绞痛？姚 PD 作为最新一代综艺导演，可以接下现在的跑男。诚然，人气和流量、名利双收，只会让真正的跑男显得离初衷越来越远。跑男现在重在情感和宣传，是你们老傻瓜之间相互理解和融合的体现。这是一场有剧本的宣传文化之旅。确实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档综艺真的走遍了中国，给很多行业带来了人气。就一个人跑，梦想开始的地方，是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激情与热情的倾泻，是勇气和力量，是努力和坚持。他们不是老手，
他们玩无聊的游戏，轮换位置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模样。至于宋雨琦和陈哲远在本期节目中的表现，在某个时刻就像第一季一样，撕毁了自己的品牌来赢得比赛，为冠军而战。他们大汗淋漓，但看起来还是很热。在网络上，每一期 Running Man 的观众都有不同的声音。这一集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毕业，10多年来，白月光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。我认为这对很多观众来说意义重大，但在名利场之后，他们把这个放在了综艺的特殊位置，而且剧本的排版似乎很安静，观众只是看着熟人笑着玩弄自己的感情。有时请来几位新嘉宾换个口味，跑男团一波又一波的更替，往日的人和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回不去了。不过，不知道遇到这2位敢于挑战正义，不断打破节目稳定与平衡的新人，我是否还会记得《奔跑吧人》最初的构想？观众的抱怨并非由质疑驱使，而是充耳不闻艺术家的话淡楼。我只想说，舒适区不是长久之计，导演需要看到大局，才能让这档综艺越走越远。宋雨琦和陈哲远在这一集中的表现，真的可以用高智商力挽狂澜来形容。只是在节目的最后，只看到了对杨颖的大大夸奖。跑男新人真的不够高吗？